2023年的鹅厂星光大赏如同一场时光穿越的奇妙之旅，以《陈情令》的主题曲《无忌》拉开序幕，唤起了无数剧粉心中的美好回忆。然而，在这美好的回忆之下，CP 粉们的欢庆瞬间变成了唯粉们的一场地狱般的思辨。王一博和肖战的唯粉集体发出疑问：这一鹅厂为何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新奇的年份，还要依然依赖于《陈情令》这部老剧？他们纷纷表示，鹅厂的实力和资源应该足以推出更多引人注目的作品，而非在老本上一再取悦过去的时光。或许鹅厂的用心之处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怀念上。在这个星光大赏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熟悉的影子 ，GQ 红毯将艺人分为艺人和爱人两个阵营，仿佛是借鉴前段时间 GQ 的成功模式。这一设定引起了互联网上的广泛讨论，大家纷纷揣测鹅厂是否在借力取势，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，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数据的一种收割方式。鹅厂巧妙地利用了两位流量小生的粉丝群体，将他们纳入这场璀璨的盛宴。这既是对过去的致敬，也是对未来的展望，如同一曲无忌般自由奔放而又深情款款。还有另一则绯闻八卦，关于一位高颜值的95花。狗仔最近曝光了他为了争取更多优质资源而过于开放的私生活，据说他和许多富豪有着亲密的接触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这则绯闻一出，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不淡定，许多人质疑狗仔的真实性，认为95花里根本就没有几位长相出众的人物，更别说狗仔所描述的神颜了。有人认为可能是这位95花最近惹上了什么麻烦，之前曾依靠香江柳飘飘的热度营销自己是同期花里的神颜，如今因为坐冷板凳时间过长，被一些网友短暂性遗忘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非娱乐圈的第一例，就拿宋祖儿来说，她之前也曾有不少私生活曝光的绯闻，比如未成年时和富二代同居，以及热衷于傍大款走捷径。难道这是在娱乐圈立足的捷径之一吗？再者，我们不能不说宋祖儿这位艺人颇具利己之心，刚入行时是书场领她进的门，但一旦走红后，就似乎装作不认识自己的表姐了。然而眼下宋祖儿的境地似乎有些狼狈，她找了不少老相识帮忙，但对方都不能答应她重新回到娱乐圈工作，最多的只是保全她出事前拍摄的作品，以减少她的违约金损失。狗仔们看来也是看准了她现在男友翻身之术，才敢隐隐约约的曝光她的料。如果放在以前，这些黑料很可能会被他的团队掐灭在摇篮中。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正式的消息，就是凉了的消息，也没有真正的通报，所以才有粉丝一直不死心，说宋祖儿其实是被人陷害了，他其实没事儿。最近还一直有消息放出来，说宋祖儿的剧要空降，他已经没事儿了。但是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这个消息就跟当初的袁冰妍一样，就是放出来试水的，他是摆明了没法复出的。不过关于宋祖儿突然被人举报偷税漏税的事情，也有过不少的猜测，大部分爆料都是说宋祖儿被前工作人员给记恨了，要么就是跟前公司有矛盾被人整了。但是今天突然有一个新爆料，内容还挺劲爆的，说宋祖儿被人举报其实跟妈妈有关系，因为宋祖儿一直是家庭作坊，妈妈在负责她的演艺事业。当时妈妈交了一个新的男友，这个男友就把自己的妹妹安排到了宋祖儿的经纪公司，负责财务相关的工作。但是后来妈妈跟这个男友分手了，这个男友就存心想要报复，这才跟妹妹一起联手把当初宋祖儿的财务给举报了。当初观众们应该也发现了，举报人很久之前就开始了，只不过后来才闹大的，确实有点像有矛盾，故意报复。就有人觉得宋祖儿很可怜，完全是被家庭作坊给害了，甚至还是被亲妈给害了，这就有点惨了。但是观众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爆料也很有目的性，这种瓜一出来就有点给宋祖儿洗白的意思了，完全把锅甩给了别人，感觉更像是为了舆论放出来的爆料。不管是宋祖儿本人还是他带播剧的制作方，都还想再努力一把，但是宋祖儿偷税漏税已经是很锤的事实了，不如安静一点退圈，别再试探了，免得更难看。而在前几日，星光大赏如期而至，长相思剧组的主演们一同踏上红毯，各自展现出令人瞩目的造型。然而，注目的焦点并非在他们的演技或时尚品味上，而是集中在谭健次的高跟鞋，成为这场盛宴上的不可忽视的一抹亮色。
谭健次步履矫健，穿梭于聚光灯下，却无法逃脱众人的犀利目光。有人开始纷纷猜测，这位英俊的男演员是否在私下里隐藏了一份别样的伪娘风采。然而，这场红毯上的惊喜并非仅限于谭健次一人，与他并肩而行的还有其他男艺人，比如张晚意，同样选择了高跟鞋来增添自己的身高。这种引人注目的长身高策略成为了当晚的一大亮点。张晚意优雅地走着，鞋跟虽不低，但在她身上融为一体，成就了一场高度协调的时尚盛宴。谭健次的身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，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这一短板。从增高鞋到巧妙运用鞋垫，谭健次总是用心打磨着自己的形象，全力以赴地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然而，在这场红毯上，他的高跟鞋选择更是引发了一片讨论。身高问题的敏感性令谭健次避免直面，他的团队甚至提前与媒体协商，不愿曝光他的全身照片或侧面图。可是这次红毯之夜，媒体却放弃了克制，故意公开了谭健次踩高跷的照片，令人不禁感叹娱乐圈的精彩纷呈。然而，谭健次并未因此生气，反而与一些同行一同调侃，展现出他幽默风趣的一面。或许在这个炙热的娱乐圈，他早已习惯了种种非议与议论，将这一切看作是成功背后的调侃。这场星光大赏上，谭健次和他的高跟鞋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，而这个话题也将随着夜幕渐渐散去，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。而这2天一起冲上热搜的陈思诚跟佟丽娅，算是圈内离婚的夫妻里非常体面的了，甚至体面的有点过头了。两人离婚之后，陈思诚每年都会在佟丽娅生日的时候送上祝福，甚至比结婚的时候还准时。两人婚后也会见面，有一次狗仔拍到佟丽娅还给陈思诚整理衣服，也会互相给对方的电影宣传。今天更是传出了炸裂的消息，有人发现佟丽娅竟然加入了陈思诚的公司，两人竟然又开始有利益捆绑了。还有不少观众怀疑，他俩这么做不会是要复婚了吧？甚至有观众怀疑，当初两人的离婚就是炒作，可能就是为了佟丽娅的名声考虑，毕竟是陈思诚被拍到出轨，甚至是多人，所以先离婚稳定舆论，现在过了几年就可以复婚了。但是经常吃瓜的应该也知道，这俩人是肯定没法复婚的，因为都不是单身。还有人怀疑陈思诚现在这个做派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放不下佟丽娅，而是有点巴结佟丽娅的意思，巴结他背后的人对他自己也有助力。说真的，他俩的和平离婚完美诠释了一句话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他俩的合作跟利益有很大的牵扯，佟丽娅入股陈思诚也是为了利益合作，关系会更加稳固。现在的佟丽娅很聪明，圈内巴结她的人也很多，陈思诚更不可能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前期资源了。这2年他的大荧幕发展也是越来越顺利了。说到杨颖，确实挺久没在内娱听到他的消息了，不过这段时间里面他也不是完全没工作，还是有国外的杂志可以上，只不过他的这些杂志看起来都有点一言难尽。之前杨颖最拿得出手的就是颜值，但是看他最近的照片，颜值也有点一言难尽了。观众也都觉得是他最近状态比较憔悴，想有新生也正常。没想到的是，今天突然传出了杨颖再婚的消息。这2天有不少的通稿，还有不少平台的小视频突然爆料说杨颖要再婚了。这个再婚的对象就是杨颖的经纪人，还放出了不少照片，说2个人一起出去玩，现在还挺快乐的。不少观众还因为这个刮骂杨颖，说他出事之后不好好反思，竟然还有心情结婚。也有人怀疑这一切都是经纪人设好的圈套，可能是经纪人想跟他结婚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，所以把杨颖骗到了疯马秀，这样就有理由封杀他了，等他退出荧幕，两人就能结婚了。也有人猜测，可能是杨颖最近受到了黄晓明的刺激，发现对方一直在跟女友四处旅游，过得很快活，所以也想再婚了，这才选了经纪人。毕竟之前还拍到过两人手挽手回酒店的消息。但是据小道消息所知，杨颖离婚后有过恋情，但是跟这个经纪人没有关系，她跟经纪人也没有恋爱过，更不可能结婚了。说到这个爆料，其实很多图都是旧图，结婚的消息也只是拼凑出来的，不是真的。杨颖现在恨这个经纪人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结婚？毕竟当初去参加这个疯马秀也是她和经纪人共同的主意，
经纪人也不愿意失去杨颖这个能赚钱的明星，现在还一直在想办法帮他复出，所以杨颖跟他也没有撕破脸。但是关于两人恋情的瓜是假的，杨颖目前也没有再婚的准备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绯闻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关注，而娱乐圈的明星们似乎总是难逃八卦的缠身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更多的转折和发展。